1月5号，某位波兰高级外交官称，波兰军方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其所有的240辆豹2 A4。另一位负责北约各国武器运送到乌克兰的捷克官员呢，也证实了这件事儿。那么，为什么波兰要将现有的240辆豹2 A4全送给乌克兰？乌军装备之后，战斗力又能有多大提升？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新年第一天，乌军趁俄军沉浸在新年的气氛当中，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对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马基耶夫卡镇附近的一处俄军据点进行了针对性的袭击。但这次大捷呢，却并未给乌军带来连续胜利。最近一段时间，俄军改变了前期大纵深穿插的打法，选择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让乌东的乌军吃了不小的亏。例如1月6号，俄军称他们已经攻入了巴赫穆德茨克前方的索列达尔市中心，这个位置呢属于巴赫穆特的制高点，从这里俄军炮火可以覆盖整个巴赫穆特的乌军阵地，同时也意味着乌军右翼及补给线很可能完全被俄军牵制了。这样一来呢，乌军大量的坦克、装甲车等装备就很难通过铁路进行运输了。面对乌军现阶段的不利局面，德国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援助总计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这些步兵战车呢和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将在今年第1季度内向乌克兰交付。除了德国外，美国和法国也相继为乌克兰援助了步兵战车。1月4号，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援助装备105毫米主炮的 AMX-10RC 装甲车。由于这款装甲车的火力与部分坦克不相上下，因此也可以将它看作成一款轻型坦克。1月7号，美国防务新闻称，美国再次批准向乌克兰援助数百辆装甲车辆，其中包括50辆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1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至于乌方一直要求德国提供的豹2主战坦克，这次呢，他们没有松口。但是豹2呢，又不是只有德国有，因此离乌克兰最近的波兰便开始考虑将本国库存的240辆豹2 A4送给乌克兰。之所以波兰会如此大方，原因在于去年他们曾花费了332亿美元大肆购买武器装备。去年4月，波兰宣布从美国采购250辆 M1A2 SEP V3 型主战坦克，再加上装甲抢修车、架桥车以及武器弹药、人员培训等附属项目后呢，整份订单的总价值是高达60亿美元。7月份，波兰又宣布从韩国采购先进武器，初步估计是1000辆左右的 K2 坦克和约600辆的 K9 自行火炮。而双方在8月下旬决定签订采购协议时呢，这个数字已经精确到了980辆的 K2 和648辆的 K9。如果再加上8月份签下价值30亿美元的48架的 FA50订单，那么波兰、韩国交易3款装备的总金额已经高达了约148亿美元。再加上9月初，波兰花费超过124亿，采购了96架美制的 AH-64E 武装直升机。2023年，波兰军购总金额将超过332亿美元。不过，根据波兰提供的信息啊，他们向乌克兰援助坦克的速度完全取决于波兰军队接收美韩新型主战坦克 M1 和 K2 的速度，所以这240辆豹2 A4并不会一次性的送给乌克兰。那么可能有朋友就会有疑惑啊，波兰是哪来的豹2 A4呢？这里大兵简单聊一下。苏联解体之后呢，波兰陆军曾经经历过几年的调整与缩编，虽然在兵力上不如了华约时代，但是在1999年加入北约后，波兰获得了北约成员国的无偿援助。比如在2002到2003年，波兰就从德国国防军接收了128辆豹2 A4、10辆 BPZ-2 装甲抢救车，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免费的，当时波兰是只付了运输费用。2014到2015年，波兰又从德国以2亿美元的低价购买了105辆豹2 A5以及14辆豹2 A4改型。而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呢，德国出台了坦克交换协议。简单来说呢，这项协议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北约的华约前成员国将自己装备的苏系主战坦克提供给乌克兰，这样乌军地面部队接收装备后呢，便可以很快的投入作战中，迅速形成战斗力。作为补偿，德国将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先进的豹2主战坦克，因此也可以将德国这项协议呢看作是一种坦克置换计划。
此后，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苏制 T72系列主战坦克。当时波兰呢将200多辆库存的 T72援助乌克兰，并且向德国要求置换200辆最先进的豹2 A7型坦克。这德国看来啊，明显有点狮子大开口了。毕竟一辆豹2 A7的外售价格超过了700万美元，200辆就是14亿。而波兰送出去的 T72是什么货色，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只有部分较为先进的 T72可以勉强是2代半水平，这些坦克价格加起来可能还不到200辆豹2 A7总价的一个零头。因此，波兰呢想拿这些烧火棍子以旧换新，一分钱不掏，空手套白狼，德国自然是不可能满足的。不过呢，与德国不欢而散之后，波兰援助乌克兰的 T72并没有受影响。去年5月，波兰一口气是援乌了232辆 T72M1，而考虑到当时乌克兰战事紧急，所以波兰提供的这批 T72呢，应该都是其现役装备，是可以直接投入使用的。但一次性拿出来数百辆的现役主战坦克，对于一些军事大国而言也是很难做到的。同时，波兰呢又不会做亏本买卖，那么他们是如何补充这批坦克的缺口呢？咱们前面提到，4月份波兰从美国采购了250辆 M1A2 SEPV3，估计啊，当时波兰方面已经得到美国迅速交付的承诺了。而且考虑到波兰去年军购超过了332亿美元，凭借其自身的实力是很难独自承担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呢，波兰向美国采购的装备很有可能是半买半送的，也有可能是美国对波兰的直接经济支援。而波兰在去年的一切布局，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更新自家的军事装备，防止俄乌战事扩大。所以呢，波兰陆军在有了更先进的装备后，向乌克兰援助豹2 A4也十分合理。那么，乌军装备新的主战坦克后，战力会有多大提升呢？据了解，目前波兰已经将手中的豹2 A4给升级了，新的升级型号被称为豹2 PL。其综合性能比豹2 A5要强，但是弱于豹2 A7。主要改进呢包括防护和火力方面，其动力系统是改进不大。豹2 PL 的炮塔安装了德国的 IBD 公司开发的 AMAP 模块化复合装甲套件，内部材质采用新型的纳米陶瓷磁材料以及现代化的钛钢合金，可以抵抗各种威胁。对比豹2 A5 的炮塔，具有更好的防护水平，但是呢，它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豹2 A7 的防护等级的。除此之外呢，波兰还在豹2 PL 车底盘上呢增加了装甲，增强了对地雷和简易爆炸物的防护。火力方面，豹2 PL 保留了 RH120型44倍镜120毫米火炮。这门火炮呢，在威力上虽然比不了同型号52倍口径的，但是莱茵金属将其改造成了可以发射 DM11可编程高爆弹，以及 DM53和 DM63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等新型炮弹。其中 DM11可编程弹药能够有效摧毁和杀伤掩体后建筑物内各类目标，还可以对付敌军的轻型装甲车、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堪称巷战利器。而 DM53和 DM63则有效地增强了豹2 PL 打击坦克的能力。DM53的初速达到每秒1759米，在2公里距离上穿甲能力接近800毫米，和美军的 M1A2、M129A3、A4平铀穿甲弹相比都毫不示弱。同时呢，波兰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这门炮的威力，还在豹2 PL 上使用了全新的改进型瞄准具和火控系统，例如车长使用的 PERI-R17A3 全景式瞄准具，装有波兰制造的热成像仪，并且配置有激光测距仪。车长席呢还配备有多面数字显示屏，可以显示战场的不同信息，提高对战场数据的实时显示能力。经过改进之后，豹2 PL 具备了现代化主战坦克都具备的猎歼能力。作战时呢，车长凭借着全景瞄准器锁定目标后，一旦锁定，炮塔便会自动对准目标，炮手则会完成瞄准和射击过程。在这段时间内呢，车长可以寻找下一个目标。这种打击方式可以让乌军更快地搜索和打击俄军的装甲目标。不过可惜的是啊，豹2 PL 对通信系统升级不大，其编队能力、信息化作战能力与先进坦克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最后，动力系统方面，
豹 2PL 配备了17千瓦的斯泰尔辅助动力系统，这辅助动力系统呢，用的是豹 2A7 上的那套，可以提高坦克的隐蔽性，降低发动机的损耗，是现代主战坦克必备的装备之一。可以说，改进后的豹 2PL 除了在信息化、数字化方面呢比豹 2A6 弱以外，火力、防护、机动方面相差不大。与之相比呢，俄军的 T14阿玛塔未能铺开量产的情况下， T90M 是他们目前装备的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但是这款坦克终究是基于 T72研制的，所以俄罗斯经过30多年的发展， T90M 也就达到了最初的设计要求。火力方面， T90M 采用了一门 2A46M5 型125毫米滑膛炮，设计精度比 T90A 上面的 A46M1 型提高了5%左右，射弹散布下降41%，与之配套的是3V BM22和3V BM23穿甲弹，炮弹初速同样是每秒1750米，可以在2公里距离上击穿60度倾角置放的740毫米和64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对付波兰援乌的豹 2PL 只能说是勉强够用啊。T90M 火控系统方面使用了塔林纳列坚火控系统，配合系统搭载的数字弹道计算机，坦克可以自行瞄准敌方目标开火。其探测距离呢，白天可以达到5公里以上，夜晚是只有2公里。车长席呢还配备了信息综合显示设备，可以通过坦克指挥车与坦克营内其他坦克交换目标地方信息，从而协同作战。不过这套系统呢，必须通过营级指挥系统下发信息，所以它并不具备坦克与坦克间的实时数据交换能力。这也是一直以来俄制坦克是不如美制的原因之一。防护方面， T90M 用上了新款的飞碟型铸造炮塔，采用新型复合装甲的同时，还加装了俄罗斯研制的化13重型爆炸反应装甲。炮塔正面防穿能力达到了700毫米的扎压军制装甲，防破能力达到了1000毫米。根据俄军在叙利亚的作战经验， T90M 在炮塔外圈和发动机附近呢，还加装了金属链网和格栅装甲，主要是防备 RPG 这样的单兵反坦克导弹。总而言之呢，豹2和 T90M 作为世界各大媒体排列的全球10大坦克排行榜中的常客，在2公里内呢都有相互摧毁的能力。但从之前的战斗来看呢， T90M 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是不怎么样，曾经多次出现过已经损毁的案例。去年5月份 ，T90M 被俄军投入战场后，第一场战斗爆发在哈尔科夫与俄罗斯边境线的一处检查站中。虽然这场小规模遭遇战中呢， T90M 利用防护能力扛住了乌军坦克的多次攻击，并且成功反杀了2辆乌军主战坦克以及多辆的装甲车。但是让俄军没想到的是，这款主战坦克刚刚投入战场没几天就被摧毁了1辆。可能有朋友觉得仅仅1辆坦克是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大兵要说的是，俄军2020年才开始接收 T90M， 迄今为止装备数量不过2位数而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军坦克序列中呢，比较先进的 T90A， 俄军全军装备的数量也不过200多辆。所以目前俄陆军装甲部队使用的主力坦克依然是 T72系列。所以一旦波兰援乌的豹 2PL 上场，那么它的出手机会很大概率会比 T90M 要更多。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